凤晴大度的道：“你在我妈面前改口就行，我妈还在气头上呢。”说着呢，凤晴就往屋外走去。管家跟着她走，边走边问道：“大小姐，我冒昧问一下，昨晚郑先生和凤若做了什么事，惹家主震怒，将凤若驱赶？郑先生又送去医院了，是不是凤若伤了郑先生？”管家以前不是管家，但他在凤家做事的时间很长，可以说从凤家主上位后他就进来了，一直干到现在，清楚凤家主夫妻俩的事。若是凤若伤了郑先生，家主是必然会震怒的。管家，我妈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，你别问，知道太多对你没有好处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管家讪笑着，大小姐说的是，谢谢大小姐的提醒。大小姐去跑步吧，我去厨房看看早餐准备的怎么样了，保证大小姐晨跑回来就能吃到热气腾腾的早餐了。她在屋门口停下来，看着凤晴走远了，才转身回屋里去。凤晴先在院子里热热身，小跑了2圈，然后就往别墅的大门口走去。大门还锁着呢，凤晴有钥匙，那她用钥匙开了锁。听到开门声，窝在角落里的凤若被惊醒，她抬头看见别墅的大门打开了，立即爬站起来，不知道是累还是穿的衣服太多，她站起来都费劲，走路更是踉跄几下就扑倒在地上，这一扑还扑到了凤晴脚下，就如同她向凤晴行个跪拜大礼似的。凤晴停下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凤若。凤若费力地爬坐起来，一抬头看到是凤晴，她的脸色霎霎地变白。下一刻，她又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这别墅门口除了2盘盆栽，压根儿就没有地方可以躲藏，更不要说个地洞钻进去了。那凤晴就这样好整以暇地看着凤若的慌乱。记得刚回到凤家的时候，凤若就是经常以看戏的眼神看着她出糗，就让她出糗的人还是凤若。她不想让凤家的人知道她有自己的事业，刚回来时也就装傻扮痴，将乡巴佬进城表演得淋漓尽致的，就让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一团扶不上墙的烂泥。不用找地洞了，这里没有地洞可钻。凤晴淡淡的说了句，我也没空看你的落魄。说完，凤晴气定神闲地走开，很快呢便慢跑起来。凤若看着他走开，想骂人，张张嘴说话的声音却嘶哑得很。他还觉得喉咙好痛，可能是昨晚哭喊嘶叫的太厉害，伤了喉咙。还有就可能是感冒了，毕竟在外面过了一夜，下半夜风大，气温低，冷死他了。还好他的衣服都扔出来了，他穿了很多衣服，又用衣服包住双腿，才度过了寒冷的夜晚。凤若恨恨地瞪着凤晴远去的背影，她重新在地门口角落的位置蹲坐下来，拿起一件衣服盖在自己的双腿上，看着凤家大宅流泪啊。昨晚的事只要回想起来，她就痛苦不堪。乔少是否知道了她和郑华的事？他肯定知道了。这一刻，凤若才明白自己是真的与乔涵无缘了。以前他还是凤家接班人，出入都是前呼后拥，在江城也算有名气的年轻一代。乔涵都不曾正眼看他，更不曾搭理过他，只是他盲目的爱慕他而已。就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是没有机会的。就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亦或是将来，乔涵眼高于顶，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任何人。他喜欢的是男人。现在他和战浩宇可以说是出双入对的了，有战浩宇的场合，往往就能看到乔涵。乔涵只要出现，也一定会有战浩宇啊。输给一个男人，让很多年轻漂亮的千金小姐不忿啊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为什么会这样呀？凤若喃喃自语。那昨晚她还是凤家二小姐，就今天呢，她已经是凤家的妻子。母亲不要她了，那她也无颜面对父母。那让她回去找亲生父母吗？亲爸还在监狱里头呢，亲妈
凤若一想到原生家庭的不堪，就不想回去，哪怕她的亲妈很爱她，她也不想回去。原生家庭不能带给她任何的好处，只会想着从她这里要好处。但是她被养母赶出来了，就她能去哪里呀？就她什么都没有了。又听到了开门声，凤若连忙擦了一把泪，再次望向开门的人。那开门而出的是她的3个嫂子。凤若期盼的眼神呢，略暗。若是以往3个嫂子会向着她，如今吗？大嫂。凤若还是叫了大少奶奶一声。哟，这是凤若呀，是你吗？披头散发的，憔悴的很。我还以为哪里来的乞丐蹲在这里呢，正想和弟妹们把乞丐赶走。原来是你啊，那你叫我什么？大嫂。你别叫我大嫂，我没有当乞丐的小姑子，我的小姑子可是凤家的少主，是凤晴，那才是我的小姑子。这小姑子呀，也要亲的才给力，冒牌货连自己的位置都摆不正。二少奶奶接话，可不是吗？冒牌货始终是冒牌货，哪能跟我们亲的小姑子相提并论呀？三少奶奶说道，能比她的身材好。叫的声音够大，我们的小姑子那是大家闺秀，才不会像她那样叫喊不要脸的下贱货。凤若的脸色煞得变得苍白，她那是失去了理智的，她都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，她只觉得热，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清醒过来时，面对的是大家的惊骇表情，以及养母的极度愤怒。当他看到自己和郑华的情况时，当时就晕死过去，就被吓晕，也是被刺激到。他比任何人都无法接受那件事。大嫂，妈不是说将他扔出来赶走的吗？他还在这里，等会儿妈回来要是看到，会不会生气？我想妈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他了。二少奶奶提议让人把他轰出别墅去，轰得远远的，以后呀我们都不用看他脸色了。真是不要脸，一个冒牌货，还敢给我们这些正牌少奶奶脸色看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不过是佣人的女儿，下贱货，真以为飞上枝头能变凤凰？看看你现在哪点像凤凰了？哎，连只鸡都不如呢，还凤凰？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，被你拥有了20几年的富足生活，那是偷来的，以后呀你将会穷困潦倒，过得猪狗不如，赶紧滚蛋回你的乡下去。好意思骂我们家阿晴是乡巴佬，真正的乡巴佬是你自己。啊呸！三位少奶奶对凤若那是怨气冲天的。此时凤若落魄了，他们自是各种冷嘲热讽。凤若坐下来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要等妈回来向妈解释，那非我的本意，我是被算计的，让我知道是谁算计我，我要100倍1000倍还给他。他瞪着3个嫂子，忽然质问着，是不是你们算计我啊？凤大少奶奶上前就是一巴掌，狠狠地抽打在凤若的脸上。就你这种冒牌货，还不值得本少奶奶出手，弄脏我的手，自己下贱不要脸，就好意思赖到别人身上，贱人！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如何狡辩，昨晚那一幕刻在妈的脑海里了，她是怎么都忘不掉的。你啊，完了！三少奶奶扭身往别墅走回去，没过多久又出来了，她端来了一盆冷水，都不给大家反应的时间，她就一盆冷水朝凤若当头泼过去。那凤若啊了一声，本能的反应就是弹跳起来，本来天气就冷，还被泼一盆冷水，凤若冷得颤抖，她身上的衣服被泼湿了，就连地上的衣服也湿了不少。老三家的再去端一盆水出来，把她的衣服都洗洗，让她没有衣服盖，冷死她，看她还赖在这里不走。大少奶奶吩咐着弟妹再去端盆水出来，我也去。二少奶奶也跟着进去。很快呢，2位少奶奶各端着一盆冷水出来。凤若赶紧胡乱地捡起几件还没有被淋湿的衣服，抱着衣服就跑，边跑边骂着，你们给我等着，
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们这般心肠恶毒，怪不得我哥哥们不喜欢你们。要不是你们的娘家有点地位，你们以为我3个哥哥还要你们？”提到丈夫出轨的事，3位少奶奶又是一阵阵的愤怒。除了泼湿凤若堆在地上的所有衣服，他们还抓着盆追赶着凤若。几个人追上了凤若，揪住凤若就是一顿揍。凤若惨叫连连，她也学过点拳脚功夫，就是不精。可她一个人对付3个人，那处于下风。此刻她万分后悔自己以前不好好练功夫。你们在做什么？郑一帆大喝一声，这混战才结束。凤大少奶奶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，还不忘踢一脚被打倒的凤若，对丈夫说道：“一帆，凤若在骂人，不仅骂我们，还骂爸骂妈，我们所有人都被她骂了，骂得太难听，我们实在是忍不住教训她一下。”郑一帆走过来，瞪着眼：“你们都是少奶奶的身份，却像个泼妇似的，还不回去，让人看到脸还要吗？嫌我们家里的事情还不够多？住在这里一带的几乎都是凤氏家族的人，他们是家主这一支的血脉，天天被人看笑话，郑一帆都觉得脸热。几个人呢，回别墅里去了。就郑一帆走到了凤若的跟前，蹲下身去扶凤若。大哥，被郑一帆扶起来。凤若崩溃地扑进了郑一帆的怀里痛哭。他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那他也是个受害者呀。郑一帆拥着他，心疼的道：“别哭了，你先离开，免得他们又对你落井下石。他们现在对你是诸多的怨恨，逮着了机会会使劲的欺负你的，因为凤若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。所以就得罪了他老婆。就算凤若和他们同是女人，但凤若是他们的妹妹，不站在哥哥这一边，难道站在嫂子那边？当小姑子的，有几个人真的是站在嫂子那边的？凤晴会帮着3个嫂子，不是有多正义，那是她和哥哥们没有感情。我不走，大哥，我不走，我要等妈回来。向妈解释解释，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怎么发生的。我是受害者，肯定是有人算计我。昨晚家里设宴，来了那么多人，偏偏是我中招啊！肯定是有人陷害我，想置我于死地的。害他的人比他还恶毒。谁都知道昨晚的事是有人操纵的，只要静下心来分析，也能猜到是谁下的毒手。郑一帆不敢说，因为父亲和凤若喝的那大半瓶酒是他给的，他在自己的房里喝过的酒，没有喝完，放在房里的小吧台的酒柜上。父亲心情不好，来找他要瓶酒喝。他担心父亲会喝醉，没有拿1整瓶的酒给父亲，才会给了那瓶开了盖，被他喝了1杯的酒给了父亲。酒里被人下了药，算计他父亲和凤若。谁下的药？他没有，那就是他的老婆了。那他老婆为什么会下药？郑一帆想起自己开了那瓶酒，给自己满了1杯，喝了2口后，就尿急去了洗手间。等他从洗手间出来，老婆穿着性感睡衣坐在吧台前，他将他未喝完的那杯酒倒了一半到空杯子里，说什么要陪他一起喝酒。他嫌弃啊，但还是陪着老婆一起喝了酒。然后那晚夫妻俩如同刚新婚那会恩爱，折腾到深夜才睡着。郑一帆心里明白，老婆往酒水里下药，本意是为了和他重拾新婚时的缠绵，并非想算计父亲和凤若，是他不知情，拿了被加了料的酒给父亲，才造成了昨晚的事情发生。他哪敢说优？因为他也脱不了关系啊。夫妻俩那是被拴在一条船上，凤若妈气消了，自会查清楚的。你现在先离开，他们还会继续打你的。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，大哥看到你这般都心疼不已啊。可是大哥也没有办法帮到你啊。咱们家是什么状况，你也清楚啊。我当哥哥的说话不顶用的。凤若也知道不宜久留，可她害怕自己走后
想再见到养母一面，那是难上加难，就所有人都会拦着不让他见的。凤若，你先离开，等妈回来。我会帮你说说话，解释解释的。郑一帆哄着她。凤若想了想，点点头。她抬起泪眼，脸上却满是抓痕，有些抓痕还渗着血珠，又红红肿肿的一条条，触目惊心。大哥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身无分文的，我能去哪里？郑一帆对凤若还是有感情的，他掏出钱包，打开钱包，将里面所有现金都抽出来，塞到凤若的手里，又取出了一张银行卡塞给凤若，说道：大哥只能给你这么多，银行卡的密码是大哥的生日，里面的钱也不算多，但够你度过眼前的困境。你去找家酒店住下来，养好伤，过几天妈的气完全消了，我再帮你安排，找上机会向妈解释解释。凤若接过了钱和银行卡，哭着：大哥，谢谢你，还是你疼我。郑一帆叹口气：你快走吧，否则他们知道我给你钱了，那抢回来你就真的身无分文了。凤若含泪点头，知道自己留在这里只会被三个嫂子们落井下石，极尽羞辱。不说三个嫂子，仅是下人们的眼神，凤晴的高高在上就能扎痛他的心。郑一帆，凤大少奶奶的叫喊声传来。很快他风风火火地冲过来，一把从凤若的手里抢回了那叠现金以及那张银行卡。郑一帆伸手想拉住老婆，他回身就是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。郑一帆，你想连累我和孩子们，都被妈赶出去是吧？妈昨晚让我将这个贱人赶出来时，说了什么话？你没听到？你还敢给他钱，给他银行卡？你是跟妈作对？你想死？哎，你自己去死，别拖累我和孩子们。本来想冲着妻子发火的郑一帆，被妻子一顿抢骂后淹了。凤大少奶奶拉着丈夫就走，坚决不让丈夫再帮着凤若。她费尽心思布局，还有着赌博的成分啊，才赌赢了，换来今天这样的结果。大快人心，可不能让丈夫帮着凤若度过困境。滚！你再不滚，我让人出来轰你走。凤大少奶奶边拉着丈夫走，边扭头骂着凤若。凤若又气又恨，又悲又愤，真恨不得一头撞死。但她不能死，就害她的人还没有揪出来呢。哎，害她的人不就是想她死，她偏不死。凤若还是走了。这些事海玲暂时不知道。她昨晚回到酒店后，躺在床上久久都无法入眠，就临近天亮才迷迷糊糊的睡着。太阳冒头，气温升了1-2度，依旧是冷的。海玲被手机铃声吵醒，因为睡得不好呢，她就觉得头有点痛，但还是拿过了手机。看到来电显示是妹妹，便接听电话呢。姐，海玲声音有点哑。哎，姐还没有起床呢，那姐继续睡吧，等姐睡够了再给我回电话吧。海彤是关心姐姐，要是姐姐还在休息，她可以等会儿再来电话。战印已经回公司上班了，本来海彤今天也要恢复上班时间，由于洋洋请了假陪小伙伴玩，穆晴夫妻俩难得来一趟，他也要招待穆晴，所以改为明天再上班。穆晴一家5口呢，是计划傍晚坐私人飞机回 A 市。那叶君博管理着庞大的风尘集团，也是很忙的啊。姐很晚才睡着，现在是还困得很。姐没事，你别担心，我再睡会儿。海玲精神不好，头又有点痛，告诉妹妹自己没事，让妹妹不用担心，她准备继续补眠。姐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好吗？姐做事你还不放心呀？在家里好好养胎，安心工作，帮我照顾好洋洋就行了。不用担心姐，姐什么风浪没有经历过。别担心了，忙去吧。海彤默了默后说道：姐，
我和洋洋在家里等着你回来的。海玲笑了笑，姐尽量早点完成大姨所托，然后回去跟你们团聚的，放心。等我的外甥出来，我一定会回去的。唯一的妹妹若是生孩子了，她绝对会赶回去守着。她是妹妹的娘家人吗？明年才能生，现在都还没有显怀。那沈小军就显怀了。海玲笑着，过2个月就显怀了。你就算重新上班，也要注意点。若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就在家里养胎。你们的公司是3个人合股的，小飞还能坐镇，你和小军好好养胎才是正事。我还没有到行动不便的时候，总要做点事的，天天待在家里也无聊，无聊就会心烦，心烦就会影响我养胎的心情，对孩子反而不好。战印就是很了解他，所以没有要求他在家里养胎。怀孕后期了，再在家里养胎也不迟。这多少人怀孕后呢，都坚持上班到孕8个月呢。好，姐说不过你，你开心就好。总之，注意身体，别累着了。累着了，战印不说你，姐都要说你的。我都累着了，姐还要说我呀？该说你跟姐那会儿不一样，有条件在家里安心养胎，还要出去折腾，累着了，不就该说吗？海童小声嘀咕。那海玲没有听清楚妹妹嘀咕什么话。洋洋呢？在外面和龙婷玩呢。2个小家伙聚在一起玩疯了，晚上一沾床就睡得像猪一样沉，早上又不用我叫喊，他早早就起来了。海玲颇是无奈，那小子就是这样，不用上幼儿园早早起来，要上幼儿园就天天赖在床上，叫他起床都要费点时间。彤彤姐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多管管洋洋，不要宠着他，他有太多人宠着了，没有人对他严加管教的话，会被宠坏的。姐放心，我也想洋洋好的，不会让他被宠坏。要不要叫洋洋来听电话呀？海玲想了想后说道，让他玩吧，过几天又是周末，东明可能会过来，他若是过来，让他带上洋洋，我陪孩子过一个周末。东明哥要去江城，他说想我，想过来看看我，那我不在管城也拦不住他，随他吧。海童哈哈的笑，东明哥那是人在管城，心在江城。姐，东明哥对你是真的没话说，你也别让人家等太久了。我觉得你和东明哥在一起，绝对能幸福余生的。陆东明比周红林好了几倍都不止。现在不是姐让他等，是他让姐在等他了。那海玲承认自己对陆东明有了感情，相处的时间太长了，那在冷血也培养出感情了。况且呢，陆东明对母子俩是真的很好，他对洋洋视如己出。当初他拒绝东明，说不想再嫁，无非是担心自己再嫁又入火坑，也担心洋洋会受到欺负。但是陆东明都帮他扫平了一切的障碍，陆家上下现在都接纳了他，盼着他和何东明结婚呢，也不用担心洋洋受欺负。陆东明对洋洋的疼爱比周红林这个亲爸还好，他若要再嫁，陆东明就是最好的对象。东明哥也是怕连累你，他想给你幸福，不是给你拖累的。姐等等他了，相信东明哥很快就能站起来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等他不管多少年，我都等。在等待的时候，我努力发展事业。是他现在只能依赖着管城3大豪门投资，给他赞助支撑，但他也不是没有好处的。不说好处，仅是从中积累到的经验，也是用钱都换不来的。姐加油，我姐是最棒的，我一向以我姐为傲啊。海玲笑，姐会加油的。姐不聊了，你赶紧补眠，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，你不让我知道，我才会担心。让我知道了，我们帮忙想办法解决事情，就大家都能好过一点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姐妹俩结束通话后，海玲想继续睡的，睡不着了呀。她起来，洗刷后换过了衣服，
准备出去吃点东西。这个点了酒店1楼的自助餐厅也没有早餐吃了，他就只能到外面去解决早餐的问题。吃完早餐回到酒店，海玲觉得头还是痛，她便从自己的行李箱里拿出了1小包的和济公。以往她头痛就吃1包和济公，药店的人告诉她，这种药有副作用，但她用习惯了，又不是经常吃，副作用再大，几个月才吃1小包，也影响不到什么。手机又响了起来，她看了来电显示，边在椅子上坐下边接听电话。海玲，陆东明温沉的声音传过来。他温声的应着，听到他的声音了。陆东明悬着的心才放下来，他是刚刚才收到保镖打给他的电话，知道了海玲昨晚经历了什么。哪怕保镖说海玲没事，死的人是凤家的保镖，陆东明也害怕呀。他已经让人安排下去，他今天就要飞江城，他要去海玲的身边看看她，确定她真的完好无损，他才能真正放心呀。那他也不会在江城待太久，就看看他可以了。毕竟他现在行动不便，待久了非但帮不上他的忙，反而会拖累他。陆东明最不愿意的就是拖累心爱之人。东明，我没事。海玲知道陆东明来电是为了什么，除了那陆东明，估计大姨也要来电话了。那他身边跟着的6名保镖，来自战家、商家以及陆家吗？他在江城的一举一动，那3家人都能知晓。保镖的任务是保护他，并非监视他，但是他们真正的东家要问话，他们也不会隐瞒，除非他遇到了危险，出了事，保镖们才会主动告诉真正的老板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听得都心惊胆跳，吓死我了。海玲，我一会儿就去江城，下午2点前能到。海玲，东明，我没事，你不用跑这一趟，他出门太不方便了，我要亲眼看到你，确定你完好无损，确定你一点事情都没有，我才能彻底放心。我真的没事，你可以问问他们的。我们都没事，你出门不方便，不要跑这么远。陆东明坚持着，但我也想你了，很想很想，想好好的看看你。海玲无法反驳了，那你要小心点，若是不舒服，不要坚持。东明，我们都要为各自保重，知道吗？陆东明温沉的道，我不是3岁小孩子，若是不舒服，我不会出门的。放心吧，我没事的呀，下午再见。好，下午见。海玲主动挂断了电话，叹口气，想想啊，又觉得被人放在心上是一种幸福。陆东明给她的是前夫不曾给予的，或许陆东明对她的才是真爱吧。前夫对她曾经有过真爱，后来就凭掺杂着太多的杂质了，最终走向了分离。海玲是住在丰泽大酒店的，这是战家在江城的产业之一，也是战浩宇负责的。他想见战浩宇容易得很。睡啊，他是睡不着的了。吃了1小包和济公之后，他的头痛症状消失，他拿起手机，起身走出了他住的房间，坐着电梯上了酒店的顶层。来到了战浩宇的办公室门口，抬手敲着门，进来。里面传来战浩宇的声音。海玲推门而入，见是他，战浩宇就放下了笔，起身绕出了办公桌，走向他，边走边说道：海玲姐，你起来了。昨晚睡得可好，没吓着你吧？海玲姐婚前在职场上属于女白领，算是个有能力的人，但职场的斗争跟生死大事相比都算不得事儿。战浩宇担心海玲会被吓到，留下心理阴影，他就请着海玲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又去给海玲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接着又要去拿些吃的。浩宇，不用拿了，姐刚吃完早餐，饱着呢。战浩宇还是给他拿了些新鲜的水果过来。海玲姐刚吃完早餐吗？他看了看时间，都上午10点过了。不得不说昨晚的事带给我很大的震撼，
影响了我的睡眠。临近天亮了才迷迷糊糊睡着，被你大嫂一通电话吵醒的。下楼时已经过了用早餐的时间，我是去外面吃的。昨晚的事我是真被吓到，也就是一晚上吧，现在没事了。以后我经历的怕是会更加的残酷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，强者的天下。海玲端起了那杯温开水，喝了2口后问着战浩宇，你有去打听过那我们离开后凤家还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啊，那个姓郑的凤若的事后续怎么样了？战浩宇说道，我早就让人去打听了，阿七也去打听。阿七是跟在战印身边的最给力的保镖，被战印安排跟着海玲来了江城。他办事那海玲放心，战印摸透了大姨姐的性格，才会特意安排阿七跟随海玲飞江城。凤家主自然是大怒的，凤若当晚就被轰出了凤家。郑华就不知道了，听说半夜被救护车送到医院。凤家主不允许任何人跟着去医院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听郑华的伤情。说到这里，战浩宇停止了说下去。海玲端起了未喝完的温开水，又喝了2口，放下杯子后，静静地看着战浩宇，等着战浩宇继续说下去。战浩宇说道，我派人去医院打听了，郑华伤的如何？是这凤家主所伤。战浩宇答道，不是凤家主亲手所伤，是郑华自己挥刀自宫了。他猜测是凤家主的逼迫，否则郑华不会这样做。那凤家主估计是给了郑华2条路走，郑华背后的郑家还要依赖着凤家生存。郑华不会选择离婚，但不离婚，他又不能让凤家主放心，唯有挥刀自宫才能让凤家主放心。海玲眨眨眼，有点发愣，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。战浩宇也没有在郑华的伤情上多说下去，只是说到郑华没死，郑华的伤很难打听到凤家主遮掩了。不让人外传，这种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还是很丢脸的，特别郑华是凤家的上门女婿，没有尊严。海玲淡淡的道，上门女婿的遭遇不就是万万千千嫁入夫家女人的遭遇，不过是角色性别调换了一下而已。战浩宇一噎，一下子说不出话来，顿了顿后，战浩宇说了句，海玲姐，我东明哥会是个好归宿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，我们要往前看，盼着以后越来越好。他知道海玲姐的第一段婚姻带给他很大的伤害。有时候听海玲姐说话呢，满是沧桑，让人心疼啊。她还是个30出头的人呀，在现在很多人选择晚婚的年代里，有些人呢，像海玲姐这个年纪时都还未婚呢。那海玲姐却经历了太多，提到了那个也会闹别扭的男人。海玲笑了笑，说道，你东明哥大概在来江城的路上了吧？他说他下午2点前能到。坐私人飞机过来，我叫他不要过来，他现在行动不便，他坚持要过来，说过来看看就回去。陆东明说要睁眼看到他完好无损，他才能放心。战浩宇笑道，东明哥知道了昨晚的事，放心不下吧？别说他现在能站起来走上2步了，就算他只能爬的知道了昨晚的事，他爬都会爬过来看看海玲姐的。东明哥和我大哥是铁哥们，跟我们也是认识了多年的。我了解东明哥、海玲姐，东明哥对你那是真心真意。你若是觉得不错的话，给我们东明哥一个希望吧，感觉你们都站在了他那一边似的。我想开了，不能因为一竹竿就打翻一船人啊。东明是很好，我对他也有了感情，平时与他相处不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吗？大家不早就将我和他看成一对儿，如今是陆东明不肯给他准话，因为他还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走路，他怕拖累他。战浩宇连忙说道，我肯定是站在海玲姐这一边的，以后东明哥要是敢欺负海玲姐，我们绝对饶不了他。海玲姐，我们兄弟9人都是你的娘家兄弟，
绝对站在你这一边的。东明不会给你们找他算账的机会的。海玲对陆东明还是很信任，相信他以后若是嫁给了他，他们的小日子能够恩恩爱爱的。他不是周红林不会婚前一套，婚后一套。周红林在离婚之时跟他说了掏心窝的话，他对他曾经有过爱意，后来却是想压制他的优秀，所以利用婚姻来束缚他。周家一家戏精，会演戏，他都被骗了。那几年的婚姻让他完全与社会脱节，毁了身材，失去了工作，没有收入来源，只因他相信了周红林那句我养你。好在那一切都结束了。他已经重新扬帆。浩宇，不打扰你做事了，我也要出去办事。创建公司的事还没有办好，总要有个公司落脚在江城，他才能与其他公司谈合作的事。东明哥在来的路上了，海玲姐不等他。战浩宇打趣着。海玲笑道，我办完事回来，他可能才到，要是他先到，你帮我接待一下他先，你跟他更熟呢。我一会儿要去乔氏集团。那行，我尽快回来。你追妻更重要一点，你二哥和宁云初结婚证都领到了，等你过年回去，可能云初都怀孕了呢，你是要加油了。战浩宇垮着俊脸，海玲姐，我已经拼命加油了。我家乔涵比我二嫂难追多了，二嫂表面看去温柔软弱，如同小白花一般，要不是知道宁氏已经被二嫂牢牢掌控着，战浩宇都不敢相信那个小白花二嫂也是个有心机有手段的人。烈女怕缠郎，海玲说了句便起身告辞而去，没有再打扰战浩宇工作。从战浩宇的办公室里出来，海玲又接到了商太太的来电，医生俩在电话里聊了很长时间。海玲走后半个小时，战浩宇就收工，离开了酒店呢，前往乔氏集团。那凤家的后续他也要跟乔涵说说，哪怕呢乔涵可能比他知道的早。那这一次过去，战浩宇没有买花，也没有送珠宝。乔涵虽是个女人，但她自幼女扮男装，性格男性化，也不喜欢女孩子喜欢的东西。战浩宇就给她买了一块腕表带过去。乔氏集团的人对于战浩宇的来访习以为常，只是例行的网上通报一声便可啦。战浩宇在乔氏集团那是出入自如的，这是乔董事长吩咐下来的，连乔总都拦不住。乔氏的职员都觉得战浩宇是个心机男，知道从董事长那里下手，哄得董事长心花怒放，连他和乔总是同性恋都能接受。听说战浩宇经常去陪着董事长钓鱼、下棋，反正就是董事长喜欢什么，战浩宇呢就投其所好。也是他厉害吧，以往那些追求乔总的名门闺秀，哪一个没有从董事长和夫人那里下手？都没有战浩宇这样的效果呀。江城身价最高的千金小姐，在乔董和乔太太面前，也只能得到一般的待遇呢。